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月3号星期三，清晨5点58，我现在在皇居的外圈，这边这半圈是游客来的，就是不是那么像那边那么的多。樱花季的时候人挺多的，我上次来这儿还是2019年，那时候这儿正好在修路，刚爬完一个坡。跑皇居这一圈就是这半边，现在我这地图这块是上坡，然后到前面呢路开始收窄。我记得那年樱花季正好来这边旅行，跟那儿跑步，从这儿拐过去以后就全是人，根本跑不动。今天去看冲刺，看完冲刺，明天上午回家，然后还有好多工作要忙。不出意外，大家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，Alpha Flight 3的试穿视频已经发了。真的没想到，因为我之前看有那探店的说不能试穿，但是去了以后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昨天还是挺激动的，就像我视频中说的，我觉得年轻人做这件事儿，反正就给我这个年纪的人是一个挺大的震撼的。因为其实在任何国家，包括在这儿，这个年龄的人，大学生10几岁、20岁做这个事儿的都不多。大河源先生也跟我说过聊过，就说在这边其实年轻人年轻的时候更爱做其他的运动，打球啊什么的，跑步还是挺枯燥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是这样，今天我们的课表是3个3公里，因为他们还在新年假期中，时间比较长，3个3公里，但是要求不快。我今天累了，昨天晚上见了高驰的小伙伴，我聊得特别的开心，而且昨天忙了一整天。昨天拍摄完大概是8点半之后，我们就找了一个咖啡厅。等我剪辑完视频，已经11点10分了，赶紧就找地儿吃饭。吃完饭，又有意无意中 Nike 这个事儿跑了4公里，然后就回到酒店。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可能得3点多了，然后又处理另外的视频，之后休息了休息就又出门了。晚上回到酒店差不多是9点多，待一会儿就睡了。但是今天又是3点40我就起来了，还是在准备今天的事儿，而且我还有工作，天天上班了。我这2天可能就是这个兴奋劲儿让人比较的有动力吧。现在的画面都是 Osmo Pocket 3拍的，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弄那个增广镜，但是那个有一个问题，不太适合我这么跑着拍，因为那带上那以后好像说关机云台归位会有问题，总得自己拿下来再放上。不知道啊，再说吧。然后开始下坡了，然后就进入另外半圈了。我打算跑完这一圈开始3个3公里。手表配置的热身是自由模式，现在已经跑了3.5公里了。今天不聊什么主题了，跟大家闲聊聊这2天在东京看箱根的感受，再跟大家聊聊昨天的阿尔法 Flight 3，还有这2天见了各种小伙伴，总觉得对未来有特别美好的畅想。你们看这块路就窄了，给你们拍一下。啊，这块又是微微的上坡，
它这边一圈大概是5公里。还说呢，你看昨天我看弹幕才发现，那天中午吃面少剪掉了一刀，因为我本来想说那是什么，我心里含糊了一下。家属做字幕的时候还提醒我了，说你这是不是弄错了？我还特自信的说没有，怎么能错呢？那天也是晚上也累了，就当个花絮看。我俩这个性格吧，太较真儿，是不是？行，那一会儿咱们再聊。这窄的这一段很快就过去。现在是42分58。现在已经是第2个3公里了。第一个3公里在4分到4分05，因为路没有在大阪城那么熟悉，再加上今天还有一整天的事儿，轻松跑，轻松跑。这一块路别看路宽，我刚才发现前面有一些小凸起，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一段路前面那个拐弯的感觉，从这儿看。不知道这个相机能拍的怎么样。现在的画面是来自 Insta360 Go 3。我们稍微的接一段 BGM， 看看日出的过程，在东京的皇居。第2公里3分53，因为第2公里大部分是下坡，刚才第1公里大部分是上坡。
好，第3公里3分54。刚才这个路口第一圈的时候没赶上红绿灯，我就直接左转了。大家来旅行，从那儿直接左转也行。我右手这个是日比谷公园，昨天拍过。前面那个十字路口，我的记忆特别的多，带给我的记忆都是来自东京马拉松的。大概在那个地方有一栋高楼，我第一次参加东京马拉松，2016年，还不是现在的路线。跑到那个高楼那儿，大约是半程，好像是。那时候真的是经济也比较拮据，带着2个妈妈来，然后那个时候买 SIM 卡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，到这边买挺贵的。后来我们就商量，2个妈妈反正也都跟着我们，就没给他们配网络。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 WiFi。比赛前2天在台场领东西，结果我们4个人走失了，找他俩在台场找了一大圈，然后我就开始。那个时候其实我刚减下肥来没多久，虽然那时候还年轻，但是其实我也有腰椎的问题，腰就开始疼，就跟腰要折了似的。到比赛那天还疼。他们3个人在那边给我加油，等我，给我一管能量胶。这是第一次关于这个路口的记忆。第2次就是今年的东京马拉松，去年的东京马拉松，这个地方是34公里和41公里。你们看到的交接相机就是在那儿，就是在那边。当时家属说他给完我相机去马路对面给我加油，在41公里左右的时候，然后他就喊李博加油，李博加油。然后边上的当地的一位老奶奶跟着学，他不敢大声说，怕说错，加油加油，就特别有意思。水里好多，不知道是鸭子还是什么。大家看远处的日出，哦，红色的朝霞。我跑完了，最后一个3公里都在4分以内，最后1公里3分54。所以其实想规律训练，对于工作很忙或者经常出差的小伙伴，真的是有难度的，是吧？能理解。不过有时候也挺有意思，有的地方呢第一次去是因为工作，有的地方第一次去是因为旅行。我当时呢是这样，好些地方呢去过，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没有跑步，当时跑完步以后呢就想什么时候再去那儿我要跑一次，下一次去呢就跑了一次，但是那时候呢没有咱们这个频道，我也不拍摄。后来拍摄以后就想什么时候能再拍一次黄居，哎，这个感觉很微妙，是不是？我轻松跑一跑我就回酒店了，因为这部视频处理完，还有假期前跟大家说的评测视频，那还在处理中。从那儿开始，前面的路面总会有一些小起伏。还有一个事儿，昨天早晨到起点拍摄的时候，确实人太多，有点乱，我忘记在 B 站发动态了，也忘记在其他地方发动态了。还有就是有的小伙伴我还说到起点我找您或者我联系您，有1、2位，有的是碰到了，有一位没碰到，然后我也忘记了，很抱歉。但是昨天成功跟家属双机位，离得近的那个机位是家属，那个机位是 iPhone 15 Pro， 然后我这个机位是
Osmo Pocket 3。但是今天看终点就跟昨天不一样了，昨天其实就那10分钟发枪，终点这儿还没想好怎么安排，一会儿回去再商量。但每天的朝霞其实不管是哪儿都是稍纵即逝。我一直拍的我的左前方，那水里好多是鸭子，应该是鸭子，我不太懂。昨天穿阿尔法 Fly 3，后来我仔细回忆，我感觉，反正如果让我原价买，我可能先放弃。我觉得，说实话，对于我这种类型的跑者，Vaporfly 可能真的是更合适。我不是力量型跑者，还没想好，回北京再决定。之后的行程是，明天早上还会在这儿跑步，差不多还是这时间，轻松跑。明天早上跑完以后呢，就回大阪了。所以明天的视频可能会晚一些，大家多包涵。这次咱们从这个门跑进去，之前老想这个 Osmo Pocket 3拿着会很不方便，其实只要不跑绝对的强度的课表，问题不大。现在我就是手持，镜头朝前在拍摄。我现在很想找那种就是很简单的收纳，比方说有那种竖着口袋的压缩布，不知道竖着兜有没有可能，因为总怕这个云台给它掰坏了。大家有懂的可以跟我聊聊。那现在有时候伴随着工作一忙，事情一多，年龄在一增长，有时候这些东西研究的不像原来弄一个东西研究的可透彻了。不知道屏幕前的您，咱们同龄人有没有这个感觉？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安排，今天晚上就没安排了。今天晚上和家属找一个地方休息休息，吃吃饭。今天应该大多数商业也都恢复营业了。看这风景还行哈。这是皇居的地图。我们现在在这儿，这个叫英田门。好，那咱们训练之后再聊喽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小伙伴们看，我在终点周围已经有看上去像是等了一夜的人，哇，太执着了。前面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，但是不是已经跑完了吗？今天就在这儿是，哦，他可能是接棒的。不打扰人家了。我现在跑了多少？18.6公里，那我该回家了。啊不，该回酒店了。
顺嘴啊！再给大家看看跟这儿守候了这么长时间的观众们，我太执着了。我觉得有这么一个爱好真挺好的，我挺羡慕他们的。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了。哇，好冷啊，感觉。看这铜像，看这铜像。那天我跟那儿合影的这个，不知道是不是铜的啊？懂的小伙伴告诉我一下，真的不知道。没有看见熟人。哎，1月3号星期三清晨7:33，训练结束。但虽然出来转2天，但是还是正常训练。今天是我第一个训练日，所以身体状态也还行。昨天下午的那个4公里跑完，那4公里有点激动，所以呢跑的可能虽然不快吧，但是真的像我视频里说的那样，我咽完最后一口饭就几乎穿上了鞋，就2栋楼之间。下那栋楼走了大概有几十米，就是那家店，就是 Nike， 然后进去就直接就问人家了，然后就穿上了就出来了，一点都不夸张。真的不建议吃完饭就跑步。如果您训练有素或者跑的年头长，像我这样也行，不会有什么危险。我老觉得就是危险跟处处都有危险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您如果为了参赛或者跑的经验还不足，还胖的话，真的不要吃完饭就跑步，太难受了。你看这铜像，这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，我看了看底下字儿，我也看不懂，只有作者的名字。那天比赛前那天，就是前天晚上，大概7点多，我们回到酒店，还有3个学生在这儿跟他合影，应该是某个学校的队的，照记得特清楚。这个路口就是去年东京半马，胡老师在这儿应援的路口，拍到了我。然后前面那个地方，前面就是秋叶原了。不是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路口？对，是这个路口。对，然后前面就是秋叶原了，在那边还有我们跑团的中野先生，好像是姓中野先生，在那儿来看那天的 MGC， 还跟我加油，看到了我，还跟我击掌，特别受鼓舞。也可能我把地点记错了，如果错了就错了，大家见谅就好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有一种生活，比方现在我有跑步的生活，就有跑步的一种不期而遇的想着怎么说呢，开心，或者发现一些原来看不到的东西。比方说来玩，来一个陌生的城市，你总能看到日出，总能看到天黑，总能看到凌晨的人们。你看这银杏叶好大呀，而且还没落完呢，地下都是也开了，脸部追踪，有的时候懒得关，大家见谅。今天3公里，第一个3公里在平均配速在4分03，之后2个都在4分以内，还行。虽然没有很拼吧，还行。中间慢跑3分钟，我自己跑强度课的时候我就不停，我都是慢跑中间的间歇的歇，就是这样。这也不叫间歇，4分配速连我马拉松的目标比赛的目标配速都达不到。所以还是得再继续努力吧。明天早晨轻松跑，如果有在黄居周围生活或者来玩的小伙伴，想一起跑跑可以偶遇，但是我太早了，有时候我不太愿意约人。昨天跟高驰的小伙伴聊天，还说我跟家属的性格都太被动，真心的，有时候约人多了吧，我也紧张，我也老怕自己做不好。给大家看看这边。在等红绿灯，可能是要去哪儿跑步，本地人应该是。好吧，最后跟这个小人像合个影，同个窗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大家一起加油冬训，我们一起努力干，迎接春天的赛季。咱明儿见。